东乌前线上的乌军这2天开始做起了战地生意，将北约援助来的装备低价贱卖给对面的东乌民兵。一起来看看具体情况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段时期的俄乌战场依旧天天都有新消息传来。在完成了从基辅的战略转移之后，俄军对于北部哈尔科夫、南线马里乌波尔保持进一步行动的同时，还在东乌边境地带增强兵力部署，大量增派重型武器和技术装备，一场大的战略进攻眼看即将到来。而与此同时，也就是在俄军大举增兵的东乌边境，却传来了一则让人匪夷所思又有些哭笑不得的消息。东乌前线上的乌军士兵非但没有积极备战，反而还和敌人，也就是东乌民兵与俄军做起了生意。东乌民兵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上传了一期视频，视频中展现的主要内容是发生在近期的一起战地交易事件。交易的卖方是乌军，买方是东乌民兵。一开始先是东乌民兵的2名街头交易员出现在一处空旷野外场地开始等待。稍后不久，则是一名乌军士兵驾驶着一辆 BTR-80 装甲运兵车赶到了交易地点。不管是东乌民兵还是乌军士兵的反应，看上去都是有备而来。整个接头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任何矛盾冲突与交火。光看着交易的熟悉程度其实也能猜到，类似这样的交易恐怕早已不是第一次进行。交易的双方都早已是轻车熟路，甚至都成了老熟人。在抵达交易地点之后，乌军士兵先是下车，与2名东乌民兵的街头交易员攀谈起来。从对话内容来看，是在讨论交易物品，也就是那辆 BTR-80 装甲运兵车的情况。2名东乌民兵在简单攀谈一番之后，随即开始现场验货。乌军士兵也是爽快地打开了装甲车的中部盖舱，邀请2名东乌民兵观看车内情况，保证货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而后便进一步的领着东乌民兵来到了车尾部，又打开了一个盖舱之后往里一瞧，赫然便可看到车内摆放着整套未拆封美制标枪反坦克导弹，而且看样子似乎还不止一套。这可是当前的俄乌战场上最炙手可热的北约援助装备之一。不但乌军自己评价说好用，给俄军的装甲部队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和伤亡损失，就连新晋网红车臣领导人小卡德罗夫先前也对车臣特种部队缴获的标枪导弹予以高度评价，声称缴获后拿来消灭亚速营分子很好用。这种美国装备确实有着不错的性能，并且喊话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再多给乌克兰送来点，好让车臣部队缴获。卡德罗夫表示，到时候自己将亲自奖励拜登。不管是乌军还是车臣军都觉得好用。标枪导弹作为一款成功的高端单兵装备，也确实不便宜。按照早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采购报价，美军自己采购一整套标枪导弹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了13万美元。如果不算火控仪器等可重复利用部分，单算导弹本身的采购报价的话，那也是并不便宜的，8到10万美元左右一发，属实是相当昂贵。但按照视频中展示的情况和东乌民兵的说法，从乌军手中买来这些标枪反坦克导弹和一辆装甲车，代价仅仅只是总价值 3.5 万美元的现金而已。在视频中也确实能看到东乌民兵的交易员分别使用美元和卢布进行了现场现金支付。乌军士兵在拿到钱以后也是现场清点，表示没问题，随即完成了这桩交易，转身离开。而2名东乌民兵则是开上装甲车，拉上车后厢的标枪导弹满载而归。有一说一， 3.5 万美元能买到美国内部采购价高达13万美元的整套标枪导弹，而且还不止一套，这已经算是打骨折了。至于那辆价值更高的 BTR-80 装甲车，完全可以说是折扣买导弹再送车，白捡来的赠品。乌军这边也是白拿美国和北约各国援助来的装备不心疼，多少能换点钱进自己的腰包就行。至于什么通敌一类的事儿，那是全然无所谓。
说到这儿，虎哥也得跟大伙简单分析一下。尽管泽连斯基还有基辅方面天天宣称乌军取得多少多少大捷，重创消灭多少多少俄军，但前线上真正在打仗的乌军对于俄军究竟是啥实力，自己又是个什么水平，那还是相当清楚的。受北约的唆使挑拨，打这种被人当枪使的仗是明摆着的事。看得出来啊，也不是所有的乌军都心甘情愿当北约炮灰，拿着北约白送来装备做买卖，趁机白赚一票，给日后留条出路早做打算的聪明人，在乌军当中啊，那也是大有人在。东乌民兵这次的爆料也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